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您的公允价值缺口为什么没有按预期发挥作用？太多公允价值缺口而不知道使用哪个。在本视频结束时，您将可以清楚分辨哪个才是正确的公允价值缺口，那个是最高质量的公允价值缺口。但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公允价值缺口的基础知识。那么，什么是公允价值缺口？公允价值缺口是指市场不平衡且仅由主导地位的一方提供的点。公允价值缺口是一种三根蜡烛模式，其特征是第一根和第三根蜡烛的影线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且没有重叠，这是您的公允价值缺口所在。价格将寻求此水平以寻求平衡。经过一阵子的分析后，我意识到如何判断高质量公允价值缺口，那就是当订单流是单向的时，公允价值缺口更有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看到您的全部蜡烛都是同一个颜色，比如这三根蜡烛是看涨，没有看跌蜡烛，这将是高质量公允价值缺口。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您有一根看跌蜡烛，然后有两根看涨蜡烛，即使您仍然有缺口，这将是低质量公允价值缺口，因为订单流现在不在一个方向。重点，三根蜡烛必须是同一个方向或同一颜色。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两个公允价值缺口，那我们应该关注那个公允价值缺口。为什么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因为第一个公允价值缺口是单向订单流，正如您在这里看到的，这里有三根绿蜡烛都在同一方向。在第二个公允价值缺口中，我们有一根看跌蜡烛，另两根看涨蜡烛，这将是不一致的订单流。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对这第二个公允价值缺口做出反应，但具体在哪里做出反应后而继续趋势，这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那让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好的，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一条规则，即是三根蜡烛必须处于相同的方向或颜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条规则，一旦有三根蜡烛处于同一方向，我们下一步就是需要能够识别公允价值缺口区域内是否存在先前的波动高点和低点，这就是重叠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这个图表我们有三个公允价值缺口，我们应该选择哪个公允价值缺口关注？对的，就是第一个公允价值缺口，因为这个公允价值缺口有先前的波动高点和低点。在这我们把它绘画出来。好，让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表。我们有结构破坏和两个公允价值缺口，这不是有效的公允价值缺口，因为公允价值缺口内没有发生过先前的波动高点和低点，我们不会将这视为有效的公允价值缺口。规则3，当价格达到我们关注点时，我们希望看到价格直接的接触，这是什么意思？当价格降到这里时，我们希望价格直接攻击我们的关注区。好，让我们看右边的图，我们不希望价格下跌到这里，使用我们的公允价值缺口后并拒绝，然后才下跌，这将是低质量的公允价值缺口。让我们再看一次，我们希望价格可能徘徊在此处，然后直接攻击我们的关注区而继续趋势。所以看看这两个公允价值缺口，在这里有一个公允价值缺口，这里还有另一个，告诉我为什么这两个都是无效的。我会给你1秒钟的时间，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好吧，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为什么这个无效？让我们看看，这是之前的波动高点和公允价值缺口。我们预计价格会从该点做出反应，但是因为价格在还没有到达我们的关注区已经做出了反应，因此即使价格回到波段高点，这种反应也不再有效。那么现在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这些区域很可能是缺口。如果价格确实下降到这里，并收盘价低于之前交互的这个水平，价格很可能会继续往下走。好的，我们看看价格的走势。第二个例子，为什么这个是无效的公允价值缺口？因为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一致的订单流，所以这里有一根红色蜡烛，然后是一根绿色蜡烛和一根绿色蜡烛。那么，如果这是一根绿色蜡烛，那么它会是有效的公允价值缺口吗？答案仍然是不会的，因为公允价值缺口之间不存在波段高点或低点。好的，
这就是所有的3个规则。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真实图表上的一些例子。这是黄金30分钟图。首先，我们有3个连续的红色蜡烛的公允价值缺口。其次，公允价值缺口之间存在波动低点，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一区。第三，看到价格直接的接触我们的关注区，在这我们看到清晰的价格当靠近公允价值缺口时，直接到达我们的重叠区域。好吧，让我们看看价格会下跌吗？价格最终到达公允价值缺口后立刻下跌。这是另一个1小时欧元美元示例。首先是结构破坏，我们寻找3根相同颜色的蜡烛，在这里我们有3根相同颜色的蜡烛。我们将第1根蜡烛的影线和第3根蜡烛的影线标记为公允价值缺口。其次，我们寻找公允价值缺口附近的先前波动高点，在这，我们希望看到的最后一条规则是，当价格下跌时，立即到达我们的关注区。所以现在所有规则都出现了。我们将在15分钟较低时间范围内确认入场、进场和止损，我会在下一集中详细讲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在15分钟的时间范围发生什么。好的，最终价格达到我们的目标，并继续走高。在此示例中，风险与回报比仅为 1.6。当它达到我们的第1个目标时，我们将卖掉我们的一半仓位，并在它走高时推动我们的止损。我们将止损推至新的更高低点。有关如何进入的更多信息将在下一集中介绍。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图表。我们有黄金15分钟，在此图表中，我们是否具备全部3个标准？我们有3个相同颜色的蜡烛及先前的摆动低点，但在达到重叠的关注区时，价格没有明确的到达我们的重叠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在这个公允价值缺口上进行交易。这就是价格在到达到我们的关注区后发生的情况。价格在我们的关注区徘徊后上涨，但请记住，在使用真实资金进行任何交易之前，您必须至少回溯测试您的交易计划100次，以获得交易表现和所需的信心。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有的话，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